台湾最大的优势是这么小的地方，却有这么密集的科技能量。但是在天空中飞的很多美国的卫星、日本的卫星、欧洲的卫星背后都有台湾的供应链。我想这还是台湾在这段时间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各位理财小时候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小白看产业的课堂。我们上一集看产业呢，讲到最近很热门的低轨卫星。那原来低轨卫星在未来通讯方面可以起一个很大的跟现在的通讯网络很大的一个互补的作用。那特别我们在最近这2堂课要谈低轨卫星，也因为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 IPO 这史上最大的 IPO 案，那大家都在想说值不值得买的当中呢，有一个大家会觉得这家公司以后会被亏啊，主要就是 AI Center。今天我们来到课堂的讲师呢，还是我们上一集非常厉害的专家，而且可以把话讲得大家都听懂的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所长，也是APIA 台湾亚太产业分析专业协进会常务理事洪春辉洪所长。洪所长再次欢迎你。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对，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就直接进入那个 AI Center 的话题咯，这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啦。就是我目前在地面上讲到 AI，大家都知道电的问题呀，还有很热的问题呀。那马斯克讲的好像很棒，可是我们知道目前为止，好像他这家 SpaceX 的 AI 的部门还在亏钱呢。所以这个 AI Center 把它搬到太空真的有可能吗？我们先从技术上说起，有办法做到吗？如果是纯粹从技术从实验的角度要做到这件事情，当然它有它可行的空间，是可能的。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刚刚也提到它是一个公司，一个将要 IPO 的公司，是要赚钱的公司，是要吸引投资人把钱投资给他，将来会产生投资报酬的公司。所以最后它的关键一定是商业。那当然我们刚刚在前一集也提到太空的环境跟地表不一样一个最简单的，那边没有空气没有空气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在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在地上的 AI 资料中心，不一定 AI 资料中心，一般如果你家里有电脑有手机或是有任何的电子产品，你只要开高速运作长时间运作，它就一定会发生一个问题，它会热。那尤其像 AI 资料中心这样子的需要大量运算的，那么它会产生高热。那所以现阶段我们也看到，我们先不讲太空，讲一般的 AI 资料中心，它因为产生了这高热之后，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issue， 是它必须要散热。散热的方式有百百种那么我们早期看过中国大陆在贵阳那个地方用更厉害的方式，他把这个server 机房设在这个山谷中运用这个风的流动自动去做散热。当然现在设计很多的资料中心有这个利用这个气冷的方式，也有利用液冷的方式用这个液体帮助它冷却的模式来去进行散热。好，可是这里面被散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质，就是空气。好，所以当我们到太空中没有空气，那我要怎么样帮助它散热？太空中不会冷冷的就直接就，但是它产生的热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它机器很容易。我们讲太空上一集我们提到，光看低轨卫星，在太空中的低轨卫星都不能轻易让它坏。那坏了没人修，那更不要讲如果我把资料中心放在那边，因为过热而产生任何的故障那即使太空当中冷冰冰的，它机器的内部还是有可能它会产生热，对，它还是会产生，而且它没有办法透过空气去把热散掉。对，因为它没有空气。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看到太空第一个面对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在太空中有没有那个一般稳定的电源供应？所以当然
一个好处是它要去可以靠这个太阳能板。不过我看过我们团队去收集的一些资料和图片来看，如果你要支撑一个那么大的资料中心所需要的电，那个太阳能板要非常的大，你才能够 generate 出那么多的这个电力的这个稳定。可是可以想象在太空的环境里面那么将来又有非常多的卫星在上面跑来跑去那这里面它面对的这个不确定性因素也相当的多，所以你要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太阳能板在太空中，然后里面中间一点点是资料中心，那这个的成本效益的问题又是另外一个。所长这边我觉得蛮有趣的，好像听起来有一点双面刃的感觉。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些马斯克觉得在太空设 AI 中心有好处，就是他觉得因为太空当中整体的温度比较低，所以那个热就不会是那么大的问题。然后太空当中有取之不尽的太阳能，所以电也不是问题。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双面刃的感觉。没错，没错，就它有一好没有两好所以你这边取得这个好处，但是它有相对应太空的环境会造成它的困扰。但另外呢，在太空有更好的地方，优势的地方是它的土地相对于现在在地表是方便的那所以它不用占用到地表上现在地面上地球上的这个土地啦、电力啦、水资源等等刚刚也提到它有这个太阳能可以去做供电。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如果不讲通讯在太空中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做气象观测的啦或是做这个灾防的啦，甚至是国防相关的其他的卫星也在太空上。那这边里面所 generate 所产生的资料以前就是传回到地球那现在呢，可不可以经过太空的资料中心储存处理需要的时候再从地表上去 access 去取得这也是有一个就近之便那至少不用每次都是上上下下打几千公里来回，所以这个大概都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 issue， 但是仍然还是会有问题，就是它没有说它本来是冷冰冰的，但是你一旦运算的时候所产生的热，这些热能如何的去排除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太空里面这个它的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在一面是这个面对太阳，背对太阳的地方就非常的冰冷，所以你看这卫星如果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热胀冷缩，那这个对材料相关的这个议题就非常的苛求。那原本我们刚刚前一集提到，我做低轨卫星，做卫星的材料、卫星的设备都已经有这么多的要求，符合太空中的环境，那更何况资料中心，那里面的结构、里面的这个设计都比原来的卫星要来得更复杂，而且更庞大，所以这都是在将来在工程在设计上面都必须要克服的难题。但这也很符合Elon Musk 他的特性这个是不难的事情，基本上他很少去做，他都是做最困难的这些问题但是也吸引非常多投资人的关注。那你们会不会有个百分比的那种说可能的这个东西可能的百分比是多少，不可能的百分比是多少？你们目前有没有这样的评估实话说评估不出来因为这样的一个它目前是一个 concept， 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呢，其实实话说还没有经过任何工程或是科学方面的实证尤其刚刚提到，因为它在太空，所以成本很高你要把这些东西打上太空去，它的成本是相对的高的，所以要经过实验，要经过验证然后才往上面去。那目前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小型的新创的业者开始思考，开始准备去做小规模的验证但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这些资讯去看到说那这样子的一个验证的状况是如何，而且做小规模的跟未来你真的要解决它地表上地不够
电不够、水不够的这些问题，然后要让这个太空站里面可以有太空资料中心建设起来，这个规模绝对不会小。那要这么大规模的，它背后的运作也是一个难题。所以甚至后面的商业化的程度，所以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坦白说，你目前没有办法去评估说未来它成真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有新创的业者、中小型的业者开始投入相关的验证的工作，对，未来还需要更多这些验证的资讯来证实。已经有一些人在研究说，就是那些 AI center 要设 AI center 的低轨卫星啦，要他们的那个什么太阳能板应该要怎么打啦， Yes. 然后怎么样去散热，怎么用液体啦去循环去让机器人那些，所以这样听起来，现在研究那些太早了嘛？应该这样说哈。刚刚就讲，它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对，那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所以长大概几十年，不知道，我想这个没有办法评估啊。但是即便是如此，它必须如果有要进来这个领域的，它必须现在开始做，它必须要现在在参与在里面。只是说有一些公司它看。对于这种比如讲在5年内没有机会商业化的，他可能就不会投入。但我们知道有一些公司，那他们对未来可能看10年甚至20年就开始去投入。好，我这边题外话稍微岔开，一个跟这个题目很像，但蛮确定趋势的是量子。当我们在谈量子的时候，我大概几年前在国外跟学界互动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这个20年内看不到商业化成果。可是呢，大家都在做，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不做，未来就没有。而且不过这个时间就缩短了，为什么？因为最近各个大厂通通开始出来，很多技术上突破，很可能在未来5到10年，它就开始有商业化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题目上面，它因为第一个非常新的概念，第二个是因为这段时间 AI 带来的资料量带来的运算的需求实在太过庞大，那所以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有没有需要到太空去设资料中心，特别是 AI 资料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个 AI 是要持续的不明，而且它会多到现在在地表上，在地球上设资料中心已经不足以应应。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技术限制可以被打破。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上面设资料中心，它能够产生商业价值。那也就是说，刚刚讲那么多困难的事情克服了，但是要花非常多的钱。那刚刚回到头 ，AI 资料中心它还是要强调成本，还是要强调这个能赚钱。那未来在太空中怎么样能赚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对科学实验来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好题目，而且一定可以做的题目。但是对商业化来说，它是不是未来真的能够产生商业价值？目前我们是保持着一个问号。所以就是现在，因为现在低轨卫星也不止 SpaceX 嘛，那所以其他没有其他公司，没有其他老板像马斯克想。这样脑洞大开在想这些东西其他人就老老实实做生意。我相信不会只有他想我相信当马斯克开始想这些 crazy idea 这些疯狂的点子的时候，其他人就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开始来好好讨论这事情到底可行不可行。可是如果从我们刚刚这样分析看下来的话，那么就技术的研究科学的突破上面，它确实是一个值得去投入的题目。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Starlink 啦，或是在做低轨卫星或做卫星的这些其他的业者，甚至是有些的国家，因为做 AI 资料中心的有这个部件这个基础建设的需求不会只有企业界，也包含了许多在谈主权 AI 的时候，很多的国家甚至会在思考这个议题。但是就我个人的观察有能力去处理这样子的议题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要有太空的能力。
那一般中小型国家不见得有上太空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在这段时间其实很积极投入太空相关的产业啊，这是其一。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欧美日这几个重要的领先的国家，应该都会在思考这一方面的议题，甚至在上面去做讨论。所长，那这个就要请你再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目前你刚刚讲到说一些比较大的公司还有国家，现在整个全球来讲，大概发展在低轨卫星领域，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刚刚提到说还有Amazon 嘛，他们也在做，对不对？ Yes. 那还有什么公司比较值得注意的也在做？然后或者是哪些国家？中国大陆刚刚也有提到，中国大陆也积极在发展，还有哪些国家做的也不错？目前看起来。好，我刚刚提到，我们目前看到，当然欧美日是最主要的这些投入的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好，那当然未必一定是通讯用的卫星，那也还包含刚刚之前提到早期我们在看做这个定位间谍那个就不好说对，但是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卫星定位的话那其实只要大家很清楚美国的 GPS。那么除了美国之外，那个欧洲有它的伽利略，那么中国有它的北斗等等，它有不同的这个，其实卫星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竞争激烈的一个市场，尤其刚刚提到这些定位卫星的话，又跟它的军事国防有关因为很多这个飞弹发射之后，很多的导引用的就是卫星定位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这是过去一个竞争，而现在进到了低轨卫星刚刚进到这个通讯的领域的话，那目前除了 Starlink 之外我们刚刚看到像 OneWeb 或 Amazon 的 Leo 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技术跟他们的星系在部件当中。在未来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低轨卫星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它距离地面比较近，这是它的好处，但它的坏处就是它需要不断的快速的移动，而且需要很庞大的星系去支持，因为它不像高轨卫星，它涵盖的范围这么广，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小，所以它需要很庞大的星系。所以我们观察，我们收集这些厂商的资料，他们在未来的这几年都会很积极的要去打他们的这个卫星到太空中，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就是比数量多。对，其实应该说它建立它一定的规模，它才有后面商业服务的价值。那可是会不会像其实跟观众解析就是我们刚刚在休息时间有聊到说那个规格的问题，我就想到很多很多年以前那个贝塔跟 VHS 的大战。那所以低轨卫星可能也会面临这样一段战国时期，比如说谁的规格是比较胜出。那会经过这样一段时间吗？有可能未来有某一个系统 dominate 这个市场。目前因为它的量还不大虽然我们刚刚说有很多航空啦、海上啦、偏远地区啦会用到这些低轨卫星，但实话说，它相对应的量还是比较小。所以当没有一定规模的时候，产业界很难形成标准。好，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有标准？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以前我们录影带，这个很早期，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知道录影带这个东西，对贝塔跟 VHS， 对贝塔 VHS 以前还有像什么DVD 啦那个等等CD 各种还有不同的规格格式那么但是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就会有一方胜出它开始会做整合。那现阶段在通讯里面，我们刚刚提到在地面通讯用很多像4G、5G， 它背后都有一些国际标准的协会再去订定这些规格。所以现在我们在谈，现在是5G 要进到下一阶段谈6G 的时候，它也有人在定这当中的规格。所以如果我们再把它纳入整个6G 的范畴来看的话，你可以说这个标准化的规格正在讨论当中，只是这一些卫星的业者，他们要不要把他们的规格放进去变成标准化，这个是目前还在
讨论当中的事情。而至于现阶段，不管是 Starlink、OneWeb 或 Amazon Leo， 他们要统一规格，看起来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各自在发展各自的技术架构，各自在发展各自的商业模式，短时间之内看起来不太容易有共同的规格。但我们的看法是说，进到6G 的讨论当中有没有机会？因为6G 会把卫星的部分纳进来，变成是它的其中一个环节。那这里面有没有机会在里面进行讨论？那目前在观察，因为6G 的讨论才刚开始。所以听起来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发展的。Yes。所以假如我们用一个人的发育阶段来比喻这个低轨卫星的话，低轨卫星现在算是在幼年期、儿童期还是青少年期？就以后还会大发育？估计应该是那个小学高年级，小学高年级已经开始在登大人啊，开始要长大。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哈？我们在看这个产业的生命周期啊，那有这种最早期的这种萌芽期啊，就是我们把它象征是学龄前孩子哈。那在很小的阶段哈，那这个时候一个状况是规格标准很多。然后也没有一个很明显胜出的厂商。那在这个里面大家就是百花齐放，各讲各的但是莫衷一是。那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从这个萌芽期进入成长期，它中间会有一段 chaos， 就是大家厮杀一阵，厮杀了一阵之后，有可能就不见了或者这个技术本身就消失了。但是，一旦过了这一个这个 chaos 的阶段的时候，它会开始进入一波的成长期。那这一波的成长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少数的主导的厂商，但是呢会开始领跑，而且采用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现在突破萌芽期开始进入成长期那准备要进入高速的成长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开始有一些使用者开始加入，而且它商业化后车产生的效益越来越明显。刚刚提到在这个航空器里面，在飞机里面，在这个偏远地区，这些的效益已经开始逐步的显露出来。所以对整个的产业来说的话那以及有许多的业者甚至国家的政策都大量的支持。尤其过去这段时间发生战争，那对于这个战争当中备援的需求，天灾所产生的备援的需求有非常的显著。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准备要登大人准备要开始长大，要开始去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在我们的观察来说的话，尤其再加上谈6G现在开始到6G 要出来，估计大概还要个5到10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我们看到卫星的整个通讯所带来的效益就会被整合在这个现阶段的这个通讯的环节。不过刚刚所长也提到说，目前大部分能投入的、有能力去做这些的，大部分就是比较有资本实力的公司国力比较强的国家。那台湾可以怎么切入？OK， 台湾向来就是小地方，但是台湾最大的优势是这么小的地方，却有这么密集的科技能量。因为台湾是小归小，但是我们的科技的能量的密集度却非常的高。从上游的半导体，到中间的零组件，到模组，到下游的终端组装制造。没有错，我们没有自己非常强的品牌，没有像 Apple 或是 Microsoft、Google 这些很强的品牌，但是这些品牌的背后都是我们。所以对台湾来说，今天不管是 Starlink、OneWeb、Amazon Leo， 他们要让他们的产品服务能够产生更高的商业价值。现在在这个刚刚讲了登大人的阶段，可是一旦他要开始放量出来，他要开始大规模的推出他的商业化服务的时候，他背后少不了台湾。当然你说他要选中国，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偏偏这些通讯的领域、太空的领域，它又是高敏感度的领域。所以台湾有另外相对于中国的优势这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是 trustworthy， 是国际供应链信赖或信任的伙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以台湾来说啊，那我们的供应链过去做手机的，做电脑的，现在做 AI server 的，那么未来在通讯，在过去也做通讯网络，而未来在太空的通讯、太空的网络当中，好，我想台湾的厂商仍然是对他们非常有价值的商业合作的伙伴。那刚刚提到在前一集我们有提到，最可能会发生这个切入最显著短期优势的，会是在地面设备相关的领域，但未来我们认为我们仍然也持续的朝在太空中的这些卫星跟零组件的地方去发展不过这里面需要一点时间去克服这些进入门槛，有部分厂商已经有进去了，但我们期待的是更多的供应链都可以进去。我们节目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啦，那本来会觉得说，在低轨卫星这个领域会不会问太早？不过现在听起来好像可以问一下，就是低轨卫星产业，台湾相关供应链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现在这样问会不会太早？应该这样说哈，从我们产业分析的角度，我们期待有很多的护国群山。我想这是我们在跟很多我们的智库的伙伴讨论的时候有一个神山当然很棒，但我们期待的是在这个神山的基础之上带出更多的群山。那这个群山里面呢，卫星会不会是其中一项或是卫星通讯，或整个广义的通讯会不会是其中一项？我们认为肯定是。而且在现阶段，我个人观察比过去要来的更有机会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要从 5G 进到 6G。那从 5G 进到 6G 的时候，其实我们放到国际情势来看的话，通讯是一个高敏感度包括 AI， 刚刚提到 AI 资料中心，不管在太空或在地上，它都是一个高敏感产业。什么叫高敏感产业？它跟国安高度相关，跟国安高度相关的产业，尤其是通讯AI 这一些的，那么选伙伴就很重要我们没有说一定要非红或不非红供应链，但是要找值得信任的伙伴就非常的重要。这个伙伴不会偷你的资料，不会把你这些通讯里面所截取到的东西偷偷藏一个后门就把它送走了，所以这里面会需要很多台湾的供应链的支持。所以我们未来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有了神山，但是呢我在神山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东西背后很多都是半导体，都是 IC 设计，所以在这个神山的基础之上形成护国的群山。而卫星通讯会不会是其一？在我们来看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提到国家花不少的资源，业者也花不少的资源，如果它跟 AI 跟资料中心这些议题又再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更变成是重中之重。棒，觉得一下人生充满希望，好像我们在未来这个太空竞争当中，其实台湾不会被落下来。台湾，你说台湾要能够跟美国、日本还有中国、欧洲那我们在最终端系统整合的地方有自己的卫星打得满太空都是，然后打败其他人，这个我来看不可能，我们不是走这条路。但是在天空中飞的很多美国的卫星、日本的卫星、欧洲的卫星背后都有台湾的供应链，我想这还是台湾在这段时间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好，谢谢所长来帮大家上了相当详细的课。那这边我们也还是跟观众再提醒一下，按赞、点阅、小铃铛。是，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尽量的回馈。假如所长不嫌弃的话，所以我们还可以再请所长来帮大家上课。非常乐意，非常乐意。谢谢所长，谢谢大家收看，谢谢。